家里养这5种花，让全家人更长寿，太好使了。家庭养花能净化空气，陶冶情操，缓解压力，延年益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花都有这种作用，那么养什么花才能够让人更加长寿呢？又有哪些植物是可以放进卧室安神助眠，让人每天精神抖擞不乏力呢？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介绍几种让全家人都延年益寿的花，其中包括观叶植物、开花植物以及多肉植物。特别是第2种，养了它之后，呼吸都变得出奇的通畅。君子兰。一株君子兰一天能吸收1立升的空气，同时释放出80%的氧气。在10几平方米的室内摆放2-3盆君子兰，就能帮助清除室内的烟雾。特别是在北方寒冷的冬天，因为门窗经常紧闭，室内的空气流通不畅，君子兰就成了很好的调节者，可以让室内的空气保持清新。有了清新的环境，身体不健康才怪。君子兰象征着谦君子的品质，得志而不傲，处之古而不卑。许多文人雅士都钟爱养着君子兰，其叶片肥厚，结伴生长，一旦开花更有招财之效。将其置于阳光充足、明媚温暖的客厅，不仅可以促进家庭和睦，还能提升财运。既能净化空气，又有招财的作用，那么怎么样把它养好呢？君子兰属于阳性植物，因此不宜置于阴暗潮湿的环境，否则生长速度会受到限制，甚至会呈现萎缩的迹象。在养护君子兰时，常会遇到叶色暗淡、长叶不开花、开花时加渐等问题，下面将分享解决方法。首先，关于叶片黄化的问题，可能是过度浇水或长期光照不足造成的。其次，对于君子兰加渐问题，可将花剑2侧的叶子绑起来，或者采用黑暗处理法，如套黑色塑料袋，或将花盆移到幽静的角落，约3天后，花剑即可自由生长。最后，对于只长叶不开花的情况，需留心观察开花时机，一般叶片长至7至8片时会出现花剑，若未达到此状态，则需耐心等待。若君子兰长叶不开花，可能缺少微量元素，尤其是磷元素。可施用磷钾肥料促进花芽生长，同时充足的光照也是君子兰开花的关键条件。如果你觉得君子兰好是好，但想养一盆对敏感人群友好的绿植的话，那你看看下面介绍的绿植，又便宜，效果更好。白掌。白掌被认为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某些有害物质，如苯、三氯乙烯和甲醛等。这是因为白掌的叶片表面具有一层微小的气孔，通过这些气孔，它能够吸收和过滤空气中的某些化学物质。除此之外，鼻炎人群、敏感人群以及呼吸道系统弱的人推荐养一盆白掌。这是因为白掌的叶片含有丰富的水分和营养成分，因此被认为可以增加室内空气的湿度，从而减少鼻黏膜的干燥。这一点对于居住在干燥地区或者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的人有大大的帮助。这么好的绿植，我们一定要养得好，才能持续为我们所用。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白掌的养护方法。首先，选择一个通风良好、阳光充足的位置，将白掌摆放在室内明亮的窗台或阳台上，让它能够充分享受阳光的滋润。白掌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避免暴晒和高温，同时也要注意避开强风和直接的空调风口，以免叶片受损。其次，合理浇水是白掌健康生长的关键。在生长期间，保持土壤微湿但不过湿，避免积水造成根部腐烂。在夏季高温时节，适当增加浇水频率，保持土壤湿润，但也要避免水浸泡，以免导致根系窒息。冬季则减少浇水频率，避免过多水分滞留。此外，定期给白掌施肥也是保持其健康生长的重要步骤。选择适量的有机肥料，每月施肥1次即可，但也不要过量，以免造成肥料残留和根部烧伤。定期修剪枯黄的叶片和枝条，有助于促进新梢生长，保持植株的美观和健康。如果你觉得白掌养护有点困难的话，下面介绍的既便宜还能安眠。吊兰。吊兰被称为室内净化专家，因为它能够吸收空气中90%以上的甲醛、苯以及烟雾中有害的尼古丁等物质，并释放大量的负氧离子。你知道吗？负氧离子在医学界被誉为空气维生素，
所以吊兰产生的这种物质不仅能有效消除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还能提高睡眠质量，是园艺圈里不可多得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绿植，睡眠质量变好了，家人长寿就不是难事。说起养护吊兰也非常简单，可以土培也可以水培，不仅可以放在地上，还可以挂起来养。因此绿植圈里有句话，养吊兰不会踩坑和上当。但别看它随便养养就能活，但是想要养得郁郁葱葱也不容易。我告诉你3个关键点，只要按照做，你就能成为吊兰的专业户。首先是要注意散射光，散射光指的是能够见到光，但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其次要勤喷水，吊兰对空气的湿度要求很高，最好保持在70%以上，你可以等到土干了再浇水，但一定要经常喷水，看到吊兰就喷2下，这样叶子就会更大，芽也会更多，盆里就会长出郁郁葱葱的效果。最后是要用酸水养护，吊兰喜欢酸性环境，所以可以用橘子皮水或柳叶汁水给它浇水，保证你吊兰花盆里都是大白根。如果你觉得吊兰太普通的话，那么下面介绍一种多肉植物，对于身心的健康方面，效果也是绝子。4. 芦荟。芦荟，一种被广泛栽培的多肉植物，不仅是一道药食两用的保健佳品，还是家居空气净化的好帮手。它以其独特的生长特性和功效，成为了许多人家中的绿色植物之选。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芦荟的空气净化能力。芦荟被证明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毒物质，如甲醛、苯等，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净化室内空气质量。特别是在密闭的室内环境中，芦荟能够有效地去除甲醛等有害气体，为家人提供清新的呼吸环境。除了净化空气，芦荟还在晚间释放氧气，这对于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至关重要。在夜间，大多数植物都停止了光合作用，不再释放氧气，但芦荟却是个例外。它在黑暗中依然进行光合作用，持续释放氧气，为夜间提供清新的氧气，助你安然入眠，度过一个舒适的夜晚。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如何正确的养护芦荟。首先，要选择一个透气性好、排水性良好的花盆，以保证芦荟的根部不受积水影响。可以选择沙质土壤，加入适量的腐叶土和沙子，制成适合芦荟生长的土壤。在夏季生长旺盛的时候，每隔1到2周浇水1次即可，注意保持土壤微湿不干。而在冬季，芦荟进入休眠期，应该减少浇水频率，避免积水造成根部腐烂。除了合适的土壤和适量的水分，芦荟也需要充足的阳光。它喜欢明亮的光线，可以将其放置在阳光充足的窗户旁或者室外阳台上，让它充分享受阳光的滋养。但要注意，强烈的阳光可能会灼伤芦荟的叶片，所以在夏季高温时段，可以将其移到阴凉通风处避暑。另外，定期修剪芦荟的叶片，可以促进其生长，保持植株的健康。同时，定期施加适量的有机肥料，可以为芦荟提供必要的营养，增强其抗病虫害能力，保持叶片的翠绿与饱满。5. 鸭脚木。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鸭脚木能够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并吸收二氧化碳，有助于提高室内空气的氧含量，增加人体的氧气摄入量，提升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除此之外，鸭脚木的叶片具有一定的蒸发作用，能够调节室内的湿度，防止空气过干，有助于保持皮肤和呼吸道的湿润，减少干燥引起的不适感。研究表明，绿色植物能够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提升人们的情绪状态和生活质量。关于鸭脚木的养护，主要注意以下几点，让你家里的鸭脚木的枝干剪都剪不完。首先，鸭脚木喜欢光线充足的环境，但是对于强烈的阳光比较敏感，容易导致叶片灼伤。因此，光照条件是半阴或者间接光照的位置，避免暴露在强烈阳光下。其次，鸭脚木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也不能过度浇水，以免导致根部腐烂。通常情况下，每周浇水1次即可，确保土壤保持适度的湿润，但不要过湿。除此之外，鸭脚木喜欢温暖的环境，适宜生长的温度在18至25摄氏度之间，同时也喜欢较高的湿度，可以适当增加周围的湿度，例如经常喷水或者在花盆周围摆放水盘。
最后要说的是，鸭脚木生长较快，需要定期修剪以保持植株的美观和健康。可以修剪枯萎或过长的叶片，促进新叶的生长。总结，养花给人带来的是性子的磨练，是身心的愉悦。想要养一盆花就像吃了特效药一样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点离谱的想法，你觉得呢？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如果你对此类内容不感兴趣，请善意的划走，恶意的点评会让花花难过很久。感谢观看，也祝愿每一位花友身体健康。